堆在仓库里，连抛都抛不出去。这是包头一位磁铁厂老板在接受采访时说出的第一句话，没有寒暄，没有掩饰，只有干涩冰冷的绝望。短短2个月内，中国稀土磁铁的出口暴跌了 75%， 这个数字就像一道晴天霹雳，直接劈向整个磁性材料产业链的神经中枢。过去10几年，全球 90% 的稀土磁铁来自中国。在新能源、航空航天、军工和高端制造领域，中国的稀土被称为工业芯片中的核武器。但现在，这枚核武器正在把自己炸伤。2025年4月，一纸由中国商务部和海关总署联合发布的公告，将部分中重稀土纳入出口管制。不少企业起初以为只是象征性的姿态，没想到这却成为导火索，引爆一场史无前例的出口雪崩。短短2个月后，根据路透社7月7日报道，中国稀土磁铁出口暴跌 75%， 波及范围之广远超想象，多家国际汽车厂被迫临时停产。在美中6月27日刚刚宣布达成稀土协议的12小时后，国有包头稀土产品交易所就在微信发布通告，称库存正大量堆积在仓库里，并坦言目前的损失难以快速扭转。1个月前，包头稀土交易所也曾罕见警告，出口管制已让当地一些磁铁制造商陷入危机。此类警告放在过去可能无人理会，但现在已经成为真实发生的灾难。2家磁铁制造商对路透社透露，预计今年的全年营收将出现显著下滑。其中一位业内人士说，出口基本被按下暂停键，虽然很难精确估算损失，但肯定是巨大而长远的。另一位知情人士称，仅4月和5月这2个月，国内中小磁铁制造商的平均减产幅度已达 15%， 这几乎是在主动抽自己一半的血。根据公开资料，中国不仅是稀土磁铁的最大生产国，也是全球最大的消费国。2024年，中国11家上市磁铁制造商的出口营收占总营收的比例普遍在 18% 到 50% 之间。换句话说，这不是几个点的微调，而是直接砍掉了企业命脉的一半。全球金属定价机构阿格斯的金属主管 Elise Klettler 指出，磁铁企业正在遭遇双杀，一边是出口中断，一边是国内需求塌方，他们已经失去了关键的客户群，而重建客户关系将遥遥无期。尤其是新能源汽车行业，作为稀土磁铁的最大下游应用领域之一，如今正深陷无序价格战泥潭。整车厂拼命压价，逼迫上游磁材厂让利，一些磁铁产品的单价甚至腰斩。降价背后不是规模换利润，而是连本带血的亏本出货。更雪上加霜的是，磁铁产品的定制化程度极高。4位磁铁厂内部人士透露，这类产品几乎是为每一家客户量身打造，高度依赖客户需求与用途，一旦原订单流产，这些产品在国内根本无法转售，只能堆在仓库等死。其中一位高管无奈表示，产能空转，库存高企，现金流告急，企业正在全线瘫痪，甚至不敢接新单。看似简单的出口管制，却像一把无形的绞索，正一圈一圈勒住磁铁制造商的喉咙。参考中国官方发布的数据，2024年稀土开采总配额为27万吨，冶炼分离配额为 25.4 万吨，相较2023年全年配额分别增长了 5.88% 和 4.16%， 增幅明显放缓。2023年稀土开采配额增速曾达到 21.43%， 冶炼分离配额增速更高达 20.72%。 这意味着表面看似略微上调，实则释放出的信号却是收缩控制。最关键的是，这些配额被全部划给2家国有巨头中国稀土集团与北方稀土集团，
民营企业毫无参与空间。10多年前，中国稀土产业曾经百花齐放，仅磁铁相关企业就有数百家。但到了2023年末，上游资源几乎已被彻底整合。现在，采矿和冶炼环节只剩下国企双雄，而产业链下游的磁材制造商却依旧零散，话语权薄弱，在政策变动面前没有丝毫筹码。当资源掌控权完全落入少数企业之手，而监管又对出口施加极为复杂的限制时，整个产业链的灵活性和韧性迅速丧失。现实中，出口许可证审批的难度远超外界想象。根据爱达荷州博伊西州立大学教授戴维·亚伯拉罕的研究报告，中国目前对稀土出口的审批机制已变得极其复杂，企业必须提交详细的客户用途、产品最终流向、功能参数等文件。每一次申请几乎都是一场行政考试，稍有不慎就面临退件。这种高度繁琐的管制体系，不仅拉长了企业的发货周期，更直接动摇了国际客户对中国供应的信任。一些欧美客户已转向越南、澳大利亚等地寻求替代。LEC Collective 也指出，中国磁铁制造商目前正处于真空期，既卖不出去，也卖不动。即便之后政策放开，客户是否还愿意回来，都是一个未知数。不少行业专家担心，这种自上而下的政策收缩，已经在无形中击穿了中国稀土产业链的根基。过去几十年，通过价格、规模、技术积累起的国际竞争力，可能在短短几个月里被彻底摧毁。而此刻，在包头、在宁波、在南昌，一个个磁铁工厂正灯火暗淡，工人停工，订单终止，仓库堆满，无人问津。他们不是死于市场，而是死于政策。这还只是故事的上半场。外界曾以为这次稀土出口管制是一次战略博弈，是为了换取与美国谈判中的更大筹码。但现实却反讽地表明，这场筹码游戏还没开始，制造业的基本盘已经先被砸了。6月27日，中国与美国确实联合声明展开稀土合作交流。然而，这个所谓的合作既没有恢复出口通道，也没有明确放宽政策约束。那份看起来象征友好的协议发布不到12小时，包头稀土交易所就冷冷地发布一则通告，警告库存堆积如山，出口遥遥无期。这像是给那份协议打上的讽刺印章。几乎在同一时间段，多个国家已经快速启动了替代计划。美国国防部年初已向澳大利亚的 Lynas 公司拨款超1亿美元，在德州建造稀土分离设施。日本化工巨头也加速从越南采购稀土氧化物。德国博世集团正在波兰建设稀土磁体加工中心，预计2026年投入运营。这些被认为是非主流的供应商，正在迅速填补因中国出口骤停而空出的市场空间。碎片化供应链正在全球蔓延，并逐渐绕开了中国这个曾经的核心节点。市场信心正在一寸一寸的消失。在内地多个磁铁生产重镇，已有不少企业进入休克状态。工厂没有被公开宣布关闭，但已经几周没有接到新订单。工人没有被正式裁员，但被分流做仓库、清点、打包等临时工作。产品没有真正废弃，但被堆放在厂区角落，用篷布一层层覆盖。这种无声崩溃比轰然倒塌更可怕。据接近行业协会的人士透露，2025年5月至6月，仅在南方某大型磁铁加工园区，就有超过800人退出生产一线。这些人不是被裁员，也不是辞职，而是自然流出，拿不到工资，没有工作内容，无望等待，最终悄然离开。其中不少是月薪6、7千的熟练工，有贷款，有家庭，有孩子学费。他们曾是中国制造最倚重的沉默力量，现在连失业证明都没有，
就这样默默被产业链抛弃。而他们的老板曾在过去10年不断投入自动化升级、研发投入、环保改造，希望向全球高端磁材供应商转型，如今也在绝望边缘苦苦支撑。一位民营磁材企业主说得很直接：10几年努力抵不过一纸文件。这不仅是一家企业的倒下，更是整条产业链的断裂。资本市场也在迅速做出反应。Wind 数据显示，金利永磁2025年上半年股价下跌34%，宁波运生下跌28%，正海磁材下跌21%。而这几家正是中国磁材领域的头部。更大的问题是，那些没有上市、没有资本市场支撑的中小企业，他们的消失根本不会被任何 K 线记录。出口端不稳定，内销端更不稳。磁铁厂的下游大户是新能源汽车制造商，可现在这个领域正陷入一场看不见底的价格战。比亚迪、小鹏、领跑、哪吒纷纷大降价，车厂之间打得血流成河，最终却全部反过来要求上游降本。降本的压力就这样传导给磁铁供应商。一位从事稀土采购的业内人士透露，某型号磁铁2024年底的单价是每吨19万元，而2025年6月报价已降至11万元，跌幅超过40%。利润空间被挤干，成本还在上升，现金流正在断裂。没有任何企业能在这样的环境里长期存活。而政策上的管制并没有带来所谓卡脖子反击的成果，反倒让合作方更加警惕。客户在合同中增加了出口中断免责条款，更有国际公司直接取消了来自中国的未来订单。更难熬的是出口许可证制度。据教授戴维·亚伯拉罕指出，稀土磁铁的出口许可证申请流程堪比国际刑侦程序，从用途、买家背景、产品编号，到最终国家军民用途界定，全部需要详细申报。一旦资料稍有不全，就得退回重申。这对磁铁这种高度定制的产品而言，无异于釜底抽薪。很多客户根本无法等这么久。一旦延期超过2周，交期错过，客户就会自动取消订单，转向东南亚。更糟的是，哪怕许可证获批，运费和保险费因为政策不确定性而飙升，磁铁厂根本挣不到钱，只是在做完单维系关系。这种模式不是生意，是赔本买吆喝。在全球竞争格局迅速重构的当下，中国磁材企业正在失去过去20年积累起来的市场位置和技术话语权。曾经，中国制造靠价格和规模横扫全球磁材市场，可现在连维持现状的能力都开始失控。无数年轻人曾以为新能源加磁材加稀土是下一波科技红利的赛道，在2023年、2024年，甚至还有人高薪跳槽进场。如今，他们开始怀疑这条赛道是不是彻底走偏了。外部订单不断流失，国内制造萎缩明显，政策风向多变，监管尺度飘忽，所有这些变量都指向一个冷冰冰的结局：这条产业链正在从内部崩塌，而那些被压在底层的生产者正在被悄悄埋进沉默。整个稀土磁铁行业正在经历一次历史性的转折，没人知道这场崩塌会持续多久，也没人知道最终还有多少企业能活下来。只有一点可以肯定，这场自上而下横扫上下游的出口暴击，正深深撕裂中国制造的根基。